大家好，还记得这条线吗？我当初装假日行灯的那条电线。其实我拍那片的用意就是，除了介绍如何接日行灯、假的日行灯以外，我在那片我记得我有介绍，就是我会预留这样子，主要是如果以后我要把它改成真的日行灯的话，就是我只要加装一个俗称的电压开关，那个就是你只要你的电瓶，它只要侦测到电瓶的电压上升到13以上，它就会启动。那启动以后，是不是它就会通电送电给日行灯？这个就是那时候我会预留这边的原因之一。那当然，我在拍那片的过程中，我可能忘记跟各位解说，就是如果你们想要自己安装一些电装品的话，就是需要用电的设备的话，该如何接线？那由于最近有朋友问到说，应该是他想要装自动大灯，然后他也又问我说，可不可以拍一片让他参考？那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大致的讲解一下，我会以安装自动大灯为例子，然后去跟各位解说该怎么去寻找适当的电力来源。那像以自动大灯的话，因为目前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自动大灯套件，要么是原厂，就是留用你们该车型的比较高阶车款，它如果本身就有配备自动大灯的话，你们可以买它的，应该是有那种套件可以另外加装，那个应该会比较方便，因为毕竟它的线束啊、插头都是因应原车的插头，所以你只要按步骤装上去就能启动了。那还有一种就是外厂，就是另外加装的，但是那一种多半它的接头也都是仿照原厂的设计，也就是你只要一样，就是按照原来的插头替换上去就可以了。最便宜的一种就是它只有套件，然后它没有附原厂的插头，这种就必须另外的去寻找你需要的电力来源。那如果以自动大灯来讲的话，一般来说我查到的套件都是必须安装在驾驶舱里面，然后它有可能必须拉线拉到引擎室里面，因为以我们这台车型，我目前看到的，它的线路布局，大灯的继电器在引擎室里面，所以，大灯的继电器原理就是，当我们在驾驶座里面开启大灯那个开关，它会送一个讯号到继电器这边来，然后继电器就会导通，导通以后它就会送一条电压比较大的电流过去给大灯。因为继电器的原理就是利用小电流去启动它，然后它就是类似一个保护装置，它再另外送一条大电流比较高的电源过去给需要用电的设备，像大灯继电器它要送电给大灯嘛。那如果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位网友他所购买的套件是属于哪一种，所以我只能说我尽量的讲简单一点。然后虽然我是以自动大灯的找线方式介绍给各位，但是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套方式去寻找你需要的电力来源。那像自动大灯的话，自动大灯顾名思义就是当
天色变暗以后，或者说你到了地下室啊，或者在隧道里面，它就能自动启动。那相对的，自动大灯它应该必须受控制，要不然可能就像我们车熄火以后，钥匙都拔走，人下车，它如果侦测到光线不足，它会自己启动。所以像自动大灯这种东西，我们不能去找长时电，就是不受控制的电。基本上车辆以汽车来讲，它的故障灯、大灯这些东西，都属于长时电，因为这类装置我们不用，它不受钥匙的控制。你钥匙就算拔走了，你去开它，它还是有电，那种就叫做长时电。所以自动大灯这种东西，我们必须去寻找受控制的电。那一般来说，从驾驶室里面你要另外接电源的话，最快的方式就是从保险丝盒下手。那保险丝盒这边，以我们这台车为例子来看，应该这边可能每台车的保险丝它的设计不一样，所以我只能大概的跟你们解说，就是从保险丝盒里面找一颗受控制的电，就是你在不插入钥匙的情况下，它没有电，但是当我们开到红火以后，它会有电。这个时候就要以这一条线为原则，因为以自动大灯来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可控制的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就用电表或者电笔去找一颗受控制的电，然后以市面上有在卖的自动大灯套件，它多半就是正负电源，然后再一条讯号线，就是它必须接出去给大灯的继电器。我目前查到的线路大概都是这一类啦，所以变成说它的安装上并不会太困难。重点比较困难的就是你必须去找到你所需要的电。然后如果以行车记录器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很多行车记录器它有提供就是防碰撞录影，或者说就是在紧急状况下，可能你车停在路边，如果被碰撞的话，它会自动启动。所以像这类的行车记录器，我们必须找的就是长时电。长时电就是我刚刚讲的，它不可控制，就是它随时随地它都有电。那这种电就比较好找，这种电就是我们也不用插钥匙下去试，你只要直接拿电表或电笔下去找到有电的那一条，那就是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最简单的就是故障灯，故障灯它随时随地都有电。你看，像我现在车钥匙没有插，像这一颗钥匙孔灯，它也是但是这个会因为车门的开关而作动，这个也可以算是长时电啦。然后以故障灯来说，按下去，我没有插钥匙，按下去它就亮，这个也是长时电。然后方向灯你们按下去它不会亮，所以这就是可控电。然后大灯、小灯，我现在开小灯，它就出现警示音。基本上就是故障灯、小灯、大灯，这都是属于长时电。那其他那些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用电表下去测量，找出受钥匙电门所控制的电源，那个叫可控电。那当你找到，以自动大灯来讲好了，当你找到可控电以后，电源装上去，负极直接接车体就可以了，然后
把正电接在保险丝上，然后要记得哦，我之前有一篇有讲到，保险丝它有分它的电流的方向，你必须接在去的那个方向，要不然如果你的这个装置出问题的话，如果你是装在来的这个方向，就是它没有经过保险丝的控制，你就算这个问题你这个装置出了问题，它还是在受电的状态下，这个就很危险。那关于这个的原理，可能各位朋友要去找一下我那部影片。我可以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右上角。那当自动大灯的电源确定以后，就可以将自动大灯的电线先接出来，先拉好。然后我们这时候就要去找，因为自动大灯的原理就是它会有一个感测器，它必须去侦测外部光源，它的明亮度，去决定它是否启动，就是去开启大灯。所以一般来说，我建议就是在驾驶台上找一个不会受遮蔽，然后受光性良好的地方去安装那个感知器、那个感应器。多半来说都是装在驾驶座前方的 A 柱，多半都是装在那边啊。因为在那个角度上来讲，除非是外在的阴影去遮挡它，要不然正常情况下，在那边是不会受到车身本身的阴影影响。就大概在那个仪表板台的前方，左前方那边，你不要太接近 A 柱哦，要不然有时候在夕阳从后面来的话 ，A 柱的影子会去挡到它，所以多半都是装在驾驶台码表这个座前方，就是我们驾驶座正前方，多半在安装那边会比较好。然后当光感应的那个当光感应也确定位置以后，就可以把线沿着操控台的边边塞线塞下来。然后主机的话，多半都是藏在驾驶台的内部。这个可能每台车就要依照你们各车型的设计去做改变。基本上跑线都是跑在边边啊，基本上一定都是这样子。然后当光感应的侦测头位置确定以后，然后驾驶座内部的正负电源都确定以后，线都先准备好，然后就要去，一般来说继电器这种东西都是放在引擎室里面，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把那条连接大灯的讯号线，就是送给大灯继电器的那条线，拉到引擎室里面去。那多半来说，拉那条线，我是不建议跑这边啊，跑 A 柱以外，因为在引擎室这边，如果你们仔细在刹车总泵附近找的话，这边会有一把线束，像这边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看到，这边有个软塞子，然后这边会有一把线，这把线就是通往驾驶台里面的。然后多半来说，你看，应该可以看到，我旁边有3条线，我是从边边塞过去，我没有把它割破，因为割破的话，我很怕会跑水进去，所以我是从旁边塞。但是这样塞，如果你的线太短，又没有保护套的话，很容易会把久而久之，如果比较松的话，可能会把线磨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方便的话，空间够的话，从它原来的那个塑胶套中间那个跑线路的洞，从那边塞出来，会比较方便。那塞的方式就可能找一根铁丝稍微粗一点的，然后
跟你要的电线做缠绕，然后用胶带包起来，然后慢慢塞出来，慢慢拉出来，这个就出来了。然后就那条讯号线就可以跑避震塔这边跑过来，然后来到引擎室这边的保险丝盒。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大灯的继电器。大灯的继电器，因为像我这台车，应该可以看到我全部都是英文。然后，以我们这型车来讲，它的英文并不是很通用性的标示。以目前这样看的话，我可以看到的是这一颗应该是大灯的继电器。这一颗的话就是这一颗。继电器来讲，一般都是3个角或4个角。那基本上我就不拆，因为我这台车，我上次不知道拆哪一颗就把脚拆断了。这个时候就继电器拔起来，一般来说都是4个角，4个角的会比较多。这一颗比较好把握，以这颗为例好了。像这颗就是4个角的。这时候可能你就要看一下你的继电器的作动原理。一般来说，它上面有标示，但是这个每台车的标示可能不一样。多半都是2条，它会送2条线过来，2条导通以后，当继电器侦测到有讯号过来，小电源过来，它内部会再去导通2条大电。这个可能从线组上可以找得出来，或者你可以用电表去测量，当你开大灯的时候，哪里会有讯号过来。譬如说，可能我们用电表插着负电就插着连接车身，然后我们把大灯开关打开，然后你去测看哪一条在大灯开关开启的时候，它有送讯号过来。当你找到以后，那条线就是你的自动大灯必须接过来的地方。但是这个其实安装到大灯继电器这边会有一点难度啦。因为要么你就是直接把电线缠绕在这个触角上，要么就是从保险丝盒的下方做接线，这个会比较安全的。因为你不透过继电器连接大灯的话，你的电线很有可能会被烧毁，因为大灯的耗电量比较高。如果你是直接把电源接过去的话，有可能会推不动，然后就算你推得动，也很有可能你的线一定会烧毁。那所以就是建议一定要透过它的继电器下去控制，然后方式就像我刚刚讲的，继电器拔起来，拿电表去测，当你的大灯开关开启以后，哪一条线有送讯号上来，有送电上来，那个就是大灯的送过来的讯号。然后你只要把你的自动大灯线接上去以后，就变成说直接在这边就取代了大灯开关，你不用开大灯开关。当你的自动大灯的那个光感侦测器，它只要测到光线过暗，当它启动以后，它直接就会送一个讯号过来给你的大灯继电器，然后你的大灯继电器作动以后，你的大灯就会亮了。这个是自动大灯的作动跟安装的方式。因为说实在话，我现在第一我并不清楚你会购买的自动大灯套件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再加上我也希望透过这一片跟各位讲说，当你们想要加装一些电装品的时候，该怎么去寻找
合适的电力来源。所以说我可能这样讲的比较笼统啦，但是如果比较稍微有 DIY 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说，以安装自动大灯为例子的话，安装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这样讲的，除非你买的是原厂套件，或者说专车专用的外厂套件，那种的话，基本上就是插头接上去就都 OK， 你只要找到相对应的插头就可以了。然后相对应的插头，也都很简单，就是你在驾驶台，你在驾驶座下方，下面多半都有一个护板，你把护板拔掉以后，在这个的下面会有很多线束，它都有很多插头。然后一般来说，专车专用套件或者原厂套件，它的说明书上都会跟你讲说，你该去找哪一个插座，然后把它做分离，然后再安装上去，再套上去。所以说我刚刚就有讲了，原厂套件跟专车专用套件的安装，会很方便，但是缺点就是会比较贵。那一般的通用性套件就是它就是只有那个自动大灯的控制盒跟光感侦测器，然后控制盒上面就是可能2组线出来，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如果是原厂套件、专车专用套件，就直接找插头就可以了。那种最便宜的自动大灯套件，就是必须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子，先在驾驶座里面找到可控制的电源，然后确定好你要安装的那个光感测器，你要安装的位置以后，就可以开始拉线了。最麻烦的就是要拉到继电器那边。最麻烦的就是要拉到继电器这边。当然啦，如果比较偷懒的方式，你跑明线也可以，就是绕过从车门接出来，绕过 A 柱，跑叶子板里面把它拉出来也可以。这样子的话就不用透过那边去拉线，但是这样子就比较不美观啦。然后最困难的就是继电器的接线。因为继电器的接线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么就是把继电器拔起来，直接把电线接在继电器的触角上，然后比较漂亮的做法就是把保险丝盒拔起来。但是保险丝盒拔起来以后，你可以看到继电器下方，如果是4个角的继电器，它就会有4条线，2组，一组各2条。那你就可以这时候就很好去分辨哪一条是讯号线，哪一条是大灯的电源线，因为大灯的电源线会比较粗，然后大灯开关的讯号线会比较细，这个时候就很好判断了，就不用电表下去，然后大概就2个正负就可以了。好啦，今天这个就是如何替自己想要加装电装品去寻找合适的电力来源。当然这一篇是以自动大灯为例子啦，但你如果是想要找其他的电源其他设备的电源的话，大概就是分可控跟不可控这2种电源而已。可控与不可控电源，就像刚刚我跟各位解说的，就是都是以钥匙为基准啊。你没有钥匙就测得到就量得到电的，那都是不可控。然后就是长时电，然后可控的就是那个电源会透过钥匙控制。
好啦，这就是今天简单的解说，然后希望那位网友能够听得懂，能够满意。好，谢谢各位，拜拜。